开庭，请公诉人宣读起诉书。海东省东平市人民检察院以东检刑诉748号起诉书，指控被告人万海及其团伙成员共22人，分别犯组织、领导、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罪、故意伤害罪、强迫交易罪、敲诈勒索罪、聚众斗殴罪、妨害公务罪、开设赌场罪、组织卖淫罪。万海无罪，我们不是黑社会，全都是诬陷，我们是被冤枉的。伤害案与万海无关，都是有预谋的。法警，代理法庭。张文静，闭嘴！你闭嘴！张文静说的对，我爸不是黑社会。万海在被审判，我在这儿也在被审判。我承认，我拿过万海的钱，答应帮他们洗脱罪名。我对不起党，对不起国家对我的培养。我走到今天，都是我自己的问题。我自己犯下的错，我咎由自取，我死有余辜。记证人对起诉证据了，万海都已经认罪了。你是被冤枉的，说，告诉他们，我爸是被冤枉的，我们是被冤枉的。赶紧说话呀！你告诉他们，你不是黑社会。告诉他们，你不是黑社会，这帮人陷害你的。有没有说理的地方了，东平？东平有没有说理的地方了？这是冤案！你认罪了，你不要以为读点法律就可以在法庭上胡说八道，你这种诬告。喂，兰书记，我李仁俊。有些情况想向您汇报一下。今天开庭出了点问题，具体的情况我一会儿当面向您汇报。现在要特别注意舆情，现场来了很多媒体，我担心会有不好的影响。
来，慢点，不要看，快点，快点，你别让我摔跤！没事，我刚不摔了，就是。咱们拍个视频吧。行啊。来，依依往中间来，咱俩一对拍。好嘞。哎，往后面去一点。哎，你看我这样行吗？来，开心一点。行。咋了？咋了？那有人！你们谁先发现的？就在那个。哎，现场在哪儿呢？在冰湖下面啊。前2天升温，河水化了一些，尸体啊，我估计是被河水冲下来的。你们几个发现了尸体啊？是。一会儿耽误你们点时间，给我们做个笔录，好吧？走，带路。来，陈队，这儿。小队。检察员呢？你带队和上游地毯上搜一遍。是。南京，给那几个大学生做个笔录，详细的询问一下发现尸体的过程。愣着干什么呀？认识啊？不认识。干活。哎。哎，老二，按我到现场了，是尸检查院的乔振兴。喂，老许，陈杰啊，现在有空吗？到我这儿来一趟。什么事儿啊？电话里说呗。不行，咱们得见面聊。这么大事儿啊，非得见面说？赶紧过来。啊，行吧，那一会儿见啊。这会我就不参加了，把会议记录做得详细点，回头发我去一趟市局。好的，李爷。说，我爸呢？嫂子，我先看点。咱不看了，嫂子，嫂子干我什么？不看。进来。哎，许军，哎，孙杰。
乔振兴的事情谁跟你说的？李仁俊，你昨天给我打个电话，这东平市代理检察长。哦，李仁俊跟你也是同学是吧？对，我们仨一帮的。李仁俊这个人怎么样？你也说说看。大色块上来讲，他们俩就我们仨吧，其实都是属于这种对司法有坚定信仰的人。但是任俊呢，就比我跟乔振兴呢，在理想上来讲，就是稍微的高远一点。就他不是说，我一定要拘泥于每一起案件，他更希望说，在他的努力之下，能够带动出一批优秀的年轻的检察官。希望在他的这个努力下，一个地方能有一个真正的公平公正的司法的天空。我觉得他是比较要求进步的。真是难得啊！大学同窗，竟然3个人都在咱们省的检察系统工作，你们3个人应该是好朋友。那肯定。洪亮，我再问你一个问题，你说说你这个人，你对朋友，你能做到什么样？啊？随便聊，随便聊啊！如果说我这个人喜欢为朋友拔刀相助、两肋插刀，我觉得这有点过于标榜了。向群专委应该了解我，我至少是一个说，为了朋友、为了好朋友，能够雪中送炭、有难必帮这么一个人。好，就要你这句话，差不多了吧？应该在门口了，让他进来。好，我来。哎，亚平主任，张姐，孙长，坐，请坐，请坐。张姐，找我什么事？对不起，委屈。那就最后再耽误您一下时间。洪亮，这个字我还没签，你还穿着这身检察官的制服，你就应该履行检察官的职责。咱们今天的谈话才刚开始，请坐。糟了，照片。嫂子，我来审吧。选一张什么样的？找张穿检察制服、带检徽的，真心喜欢。找张笑的。哎，你都不知道，你隔这半年，你多憋屈。我必须让他笑着走。嫂子，你检察服的没有笑着。按照这封举报信的意思，东平可能不止万海一个黑社会团伙，甚至其背后还有东平政法系统的保护伞，李仁俊、乔振兴，可能都跟这些有关系。看完了吗？青城大学美术馆发生的盗窃案，
我们已经初步勘察完毕。被盗的这个睡莲是民国的大画家李成一先生的代表作，在别人可能注意不到，但是我毕竟去过那么多次。睡莲被偷，庄文杰的嫌疑最大。他每天都去看画，一看就是半个小时。而且我去学校调查过，庄文杰确实有问题。去年学生宿舍发生过一起盗窃案，有个学生放在宿舍里的电脑不见了，其他人都怀疑是庄文杰偷的。报案了吗？没有，因为没有证据。而且奇怪的是，东西很快就还回去了。当时怎么丢的不清楚，这是保卫处向我介绍的。而且他们还说，在还电脑的这段时间里，只有庄文杰进出过宿舍，但是走廊里没有监控。人家自己也不承认偷过东西，再加上还有1年就毕业了，这孩子平时学习成绩挺优秀的，最后也就不了了之了。但也就是因为这件事，他跟宿舍里的人产生了隔阂。昨天晚上，凌晨12点到5点之间，你在哪里？昨天晚上，我应该在家里边睡觉呢。家里？你不住宿舍吗？哦，我在外边租了一个房子。中间有没有出去过？没有。谁能证明？家人、女朋友、室友都可以。你提供信息，我们去核实。没有人能证明。我是自己一个人在外边住。我去查了一下庄文杰的档案，这孩子父母双亡，母亲因病去世，父亲意外坠江，活不见人，死不见尸。他父亲的名字叫庄耀白。这人一家子都不简单，盗贼世家。据说庄耀柏的爷爷就是民国大盗，他爹也有盗窃的案底。12年前的洛神案，我查到了资料。2007年6月12日，庄耀柏和同伙丁生虎盗取了名画洛神。在携画潜逃过程当中，庄耀柏驾驶车辆冲撞沪江公路北段，连人带车冲入江中，洛神被毁。庄耀柏的尸体虽然没有被发现，但推断应该是已经死亡。青城市环江区环江公路58公里处，牌照为京 K97581的非营利小型汽车，在行驶至事故地时失控。陆队，打断一下。老马，你们科小刘又立功了。
刚才我们在对赝品进行光线测试的时候，有了新的发现。陆队，您看，看这儿。 我在美术馆又看到警车了，啊，又来了啊！难道画真的被偷了？你说他是怎么看出来的？谁知道呢？指不定贼喊捉贼。那个，一会儿咱们去食堂。走。文杰，警察好像又来学校了，你没事吧？可能有什么新的线索，他们要过来调查一下，跟我没什么关系。那你准备？没什么事，我先走了。 文杰，能提供的线索我都提供了，你们以后就别再来找我了。我还有不到1年时间毕业，只想安静的把大学上完，不想走哪儿都被人议论。那我倒想问问你了，你闲的没事在画上签上自己的名字，你是几个意思呀？什么名字啊？ 用隐性墨水在这幅假画上签上你自己的名字，我得用偏光笔才能看得到你是几个意思呀？张文杰，我们之所以现在没有把你带到局里，我是选择在这个地方陪着你聊天，是因为你的笔记我对过了，签名确实很像，但是也确有不同，因为这件事。 你已经不是一个简单的报案人了，所以我现在需要你提供给我你已知的全部信息，一丝一毫都不要有隐瞒，听明白了吗？来，现在告诉我，最近你见过哪些可疑的人、可疑的事儿？ 罗警官，我最近没有遇到什么可疑的人，或者可疑的事。好，最近没有，不代表以后也没有。如果有，并且把你牵扯到案子里，他们都是有目的性的。 可能不是针对你，但是会不会针对你的家人？我没有家人。不瞒你说呀。 我调了你的档案，对你的家庭背景、成长经历都很清楚。所以呢？所什么以啊？首先，我就没有因为你的家庭背景怀疑你。你爸爸是什么样的人，不代表你就是什么样的人。我知道。 你想尽量跟你爸爸撇清关系，但是保不齐就会有人，因为他专门找上你。
没关系，慢慢想，想清楚了随时找我。还有，不管你过去经历过什么，想要彻底摆脱黑暗，最好的方式就是努力，让自己站到有光的一边。咋让这么回了？我大学生问话吗？我上次问过一回了吗？这次不一样，这次得严审了。你有证据证明是他偷的？假话都写他名字了，虽然不能证明是他自己写的，但这多大的嫌疑！而且我是问你有证据吗？那没有。胖头孙，每次都这样有意思吗？庄文杰，你背后是不是长眼睛了？怎么每次都被你发现啊？你该减肥了，跑2步就喘，那么大呼吸声我早听见了。是算了。哎，说正事儿，我听说警察把你从美术馆带走了。那今早这事儿，我们计算机系可都传遍了啊，好像说什么你偷画。哎，你放心，作为哥们儿，我肯定不会相信这种谣言啊。不是，到底怎么回事？你给我讲讲啊。1句2句的，说不清楚。哎，行，我请客，边吃边说，走。大哥，你是不是疯了？非要趟这滩浑水啊？庄文杰，你们聊啊。你知不知道我有多担心你？今天我听他们都在传说你在美术馆偷了东西，我都跟他们吵起来了。行了，其实不管你们怎么想，对我来说都无所谓。我们在现场的勘查中发现了一些情况。你上次来电台什么时候？经过现场比对，这扇玻璃是最新密封的。不过密封的时间呢，我需要把这个玻璃胶带回队里检测才知道。但是我现在可以肯定，这扇窗户肯定是最近几天被人动过手脚。我还查了昨天晚上的监控录像，发现居然有18秒钟的空白片段，这和你们查的那个停电的时间相对吻合。还停过电？大概凌晨3点吧，美术馆停过电。多长时间？应该是
说的盗窃方法，有没有可能是真的？有时候，依靠周密的布置、人手的配合，再加上精巧的工具，即使不用真人接近，一样可以把目标拿到手。准备行动。3、2、1。按你这个说法是，他们把假画盖到了真画的上面。那这个真画他怎么拿出去的呢？我刚才所说的盗窃行为只实施了一半，重头戏在后边。我听说有人跟我说过一个工具，叫四象钩，它是由4个方向的钩环拼接而成。通过机关任意的去勾取或者放下物品，是专门用于这种类型的盗窃的。搞定。哎，来电了。哎，你刚才有没有听到这边好像有什么动静啊？还是我听错了？好像没什么事儿，走吧。行，去那边再逛一圈。那这个团伙还真是训练有素，而且他们对时间的掌控要非常的精准，每个环节必须卡死点儿，才能完成你说的这种盗窃方法。如果配合默契，完成这一系列的动作，大概只要20秒。但是我们现在所有谈的都是基于你的个人的一个设想。您说的对，这确实只是个猜测。这四象钩长什么样呢？我也没有见过。哦，对，你是听别人说的，谁说的？小时候我听别人讲的故事。就是个故事。你为什么每次去美术馆就看这一幅画，而且一看就看这么长时间？什么情况啊？我母亲她很早就去世了。在我的记忆中，她也非常喜欢睡莲，以前经常在家里边临摹。我到现在也还记得我母亲在家里边画她的样子。
管你过去经历过什么，想要彻底摆脱黑暗，最好的方式就是努力，让自己站到有光的一边。谁啊？进来。罗顿，怎么回事？怎么又睡在沙发上？赵局不说嘛，回宿舍睡去。昨天干到3更半夜，时间紧，任务重啊。我看您平时任务不重的时候，也挺喜欢在沙发上睡。哎呀，我说，您是不是就懒得多走那2步路啊？哎，边儿去。杯子搁哪儿呢？我给您倒点水。老队，哎，庄文杰来了。你昨天说的对，假话上出现了我的名字，那我就不再是一个单纯的报案人了。其实昨天跟你们聊过之后，我想了很久，虽然对上一代的恩怨，或者是有谁想要陷害我这件事情上，完全没有头绪，但是我不想再被动等待，他们的目的和身份浮出水面了。你想看这幅画也没什么用啊。用纸和颜料，我们都找专家检测过了，都是民国货，都不能在古董市场上买到。查来源无异于大海捞针。我之前也说过，我对画画很感兴趣。在睡莲这幅画被展出来之后，我临摹了将近有17幅。然后呢？我在网上也搜集到一些对李成一先生画作很欣赏的画师，他们在临摹之后呢，都会交流一些心得和技巧。我发现经验不同、师承不同的画师，对于用料、颜料，还有笔法，都有着不同的见解。所以我在想，如果今天我能够仔细的去看一看这幅赝品，是不是就能勾勒出那幅赝品背后画师的大概信息？你这说的这有的没的，你这就是故弄玄虚。罗队，他这是又丢烟雾弹，这影响咱的判断。好，那就去物证科把这个画拿出来，另外把专家方老请过来，有个专家看，咱们都踏实。方老师，我在网上查过了，有些仿作的画师呢，他会用到投影法，就是说利用投影仪将原作投射在宣纸上，照着这个图像去完全的复制它。投影仪，那不会有色差吗？有，这也是我所疑惑的。按道理来说，投影仪的投影会有严重的色差，但是这幅画它的色彩跟原作对比，简直可以说是以假乱真。我以前啊见过一个例子，根本就不是画师手工临出来的，那是用高科技的油墨印刷的、印的。喂，干什么呢？靠那么近？不是，我就是看看这宣纸有没有油墨反光。你看得懂什么？人家方老师在。方老师，方老师，哎，您请。这画不是印刷的，没有反光。怎么了？这画面上有一股特别的味道。
他们为什么不像李大师一样，从边缘向中间画，等叶子墨干了之后再勾勒叶脉，而他们却是反其道而行之。小伙子，来坐，来坐。你到底是学什么专业的？哦，我是学法律的。法律系的。你有没有考虑转行啊？啊？花小姐，哎，我这有便宜有贵的啊，便宜的15，贵的60，便宜的就行。便宜的黑白的，那就贵的吧。我年纪轻轻画什么黑白的呀？主要您给我画帅点。帅的你得先给钱，我怕一会儿画完你说不帅，耍赖不给钱怎么办？啊，对自己太没自信了。你对自个儿太自信了，你。帅不帅咱不提，您给我画立体点总行了吧？画不了立体。不是有一种这个配料，哎，不是调料，哎，不是颜料啊，哎，叫许康草。内行，哎，你一定是同行砸场子吧？还知道许康草呢？不存在，我就是理论型，联系不到实践。哎，另外一个啊，我不光想画人像，我想带着后边这个风景，您给我画成水墨风的，就这种。画不了。许康草，我是画人的，画景啊找老三。我们这帮人当中啊，画景最好的是老三。谁老三？甭看呐，他这2天啊没出摊，没做生意。怎么呢？前2天接了个活，还跟我们在显摆呢，说什么大火，我们这个不相信，吹牛吧你！哎啊，您知道他在哪儿吗？漂亮！终于让我袭击成功了！哎，你小子有放松警惕的时候。一边去，一边去。哎，平时懒得搭理人家，看见人被搭讪了，你这心里又不舒服了，是不是？你瞎说什么呢你？我只是觉得那人不像学校的。你管人是不是学校的呀？哎，这啥玩意儿啊，鼓鼓囊囊？画画的，你看不懂。不是，我说兄弟。一幅睡莲给惹了这么大麻烦，你还想着画画呢啊？你对艺术这么有热情，你当初学什么法律啊？那这是我的爱好，你管得着吗你？我这不是关心你吗？我是真发财了，你看你管我怎么发的？我买彩票买中了行不行啊？啊，哎，等过一阵子呀，我带你去趟国外。我都想好了，去瑞典看极光。哎，我就在那个极光下头给你画一个极光美人图。哎，别行，现在不行，我得低调点儿，明白吧？过一阵子财不能露白啊，就这样。哎，你找谁呀？马老师吗？你谁呀？哎呦，慕名而来，跟您求幅画来了。哎呦，这怎么都找家里来？
什么画啊？睡莲。那有人那边。哎呀！老实点，跟我们走一趟。我就是帮人画了一幅画，真的，我对天发誓，我就画了一幅画，其他什么也没干。谁让你画的？哎呀，他是这么回事儿。前段时间呢，莫名其妙的我就接了一个很奇怪的一个活儿。对方呢让我画一幅就是临摹一个叫睡莲的古画，其实呢我也知道对方没安什么好心，可我这人呢财迷心窍，我就还是把这活接了。哎，我呢以为他们就是拿我画的这个画去卖给哪个冤大头就完了，可谁知道他弄个以假乱真，弄出这么大的事儿来。他们？谁们？这个事儿从头到尾呢，都是一个年轻人在跟我联系的。哎呀，说起来这差不多得是。啊，哦，你是说要把你的名字用药水写上去？手机在哪儿呢？这个叫文杰这个年轻人啊，专门交代我说完了事儿把手机给扔了。可我一看那手机挺新的，挺值钱的，我就没舍得扔，我就把那卡拿出来给扔了。完了，手机我送我女朋友了。女朋友在哪儿呢？